嗨，大家好，我是安然若风。今天的视频教程呢，我们来勾这款帽子。你可能看到这个帽子会觉得很奇怪，不就是一个长方形吗？怎么能是帽子？当然就是因为它是长方形，而我们头是圆的，所以戴起来以后呢，你看，我们会把中间这个地方撑起来，然后两边这两个角呢，自然就变成了猫耳朵。所以这是一款超级可爱的猫耳帽。而且我在上头勾了月亮，你看我还勾了一个黑色的。如果你看《美少女战士》的话，你肯定马上就懂了，就是露娜还有亚提密斯的样子。如果你不想勾这月亮没有关系，那我们就直接这样子，你用你喜欢的颜色的毛线，它勾出来呢还是非常可爱的猫耳帽。然后这个帽子呢还特别的简单，就是我勾了2个不同的尺寸，这个是直接戴的，这个是可以卷边戴的，然后它勾法是一样的，就是行数不同。这个帽子有多简单呢？如果你是钩针爱好者，我一句话就能说清楚它的勾法，就是起一圈辫子针，跟你头围一样，然后往上每一行都勾中长针，勾到你满意的长度，把底儿上两边缝起来就完成了，就是这么简单。那今天既然要做教程呢，我就打算做一个100%新手友好版的，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拿起钩针，或者你家里甚至连钩针都没有，那你现在去买钩针和毛线，然后回来你就可以跟这个教程轻松的勾出一款这样子的毛线帽。那废话少说，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教程吧。用的东西就是毛线还有钩针，我用的这个毛线是 Weight For 的，大概就相当于牛奶棉的8股10股。然后钩针我配的是5.5毫米的钩针，你也可以用不同粗细的线配不同的钩针。那么我们先来起头，起头的方法是右手握住线头，左手3根手指，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压住前面这节毛线，然后把压在下面的部分拉过来，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把穿回来的部分拉出来，钩针穿过去，拉紧，那么这个头就起好了。然后现在呢，我们要来勾辫子针，辫子针的勾法呢，我们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是新手第一次的话，就这样，小指绕一下线，然后食指把线挑起来，这就是习惯，没有什么窍门，就慢慢习惯就好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勾辫子针，辫子针的勾法是钩针勾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这就是一个辫子针；钩针勾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这就是2个辫子针；钩针勾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这就是3个辫子针。那现在呢，我们就要一直勾这个辫子针。这辫子针呢，要勾的是我们帽子的下缘，就是看这是我的帽子，要勾的是下面这一圈，也就是你的头围。你可以勾到一定长度之后呢，在你的头上比一下，看它是不是正好能围你的头一圈。等到它正好这辫子针的长度正好可以围你的头一圈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停下来，我再来讲下一步怎么做。这一行辫子针勾完，我勾了60个辫子针。你会根据你的头围还有你发量的多少，你的针数应该跟我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一条辫子针给它弄成一个环儿。那方法呢，我们首先要确保这个辫子针它不要拧着，不要这样子来回转着。那我看我都把这个，你看它有像2条线组成 V 字这样的，我都给它朝上，给它这样子摆在上面，确保它不要打交叉，不要转。这样子现在是理顺的，那我把它两边这样子，我现在这一圈都理顺了。那我找到开头的第一针，第一辫子针，你看就是这条线和这条线组成一个这样的 V 字。那我钩针从这条线穿过去，然后把我的线勾过来。同时穿过钩针上的这2个环，那你看它就变成了一个环了。再检查一下，确保它没有拧着，拧着就把它拆开，重新勾一下这一步，没有问题。那我就开始勾第一行，这辫子针是我们的基础行，它不算第一行。那接下来要勾的是第一行，第一行我们先勾一个辫子针，还是钩针勾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然后呢，我们来到这第一个辫子针，就是这条线和这条线组成的这个 V 字的地方，我们要勾中长针。中长针的勾法是钩针绕线，然后从我们这个辫子针
上面这条线下面穿过去，然后把线勾回来。钩针上现在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这是我们的中长针。如果你是完全新手的话，你可以拿别针把这一针标记出来。我现在去拿一下别针，就是你拿一个别针，看我们刚勾完的地方，钩针上不是有一个环吗？钩针上的环永远都不算一针，不要管它。这个环下来有个我们刚勾出来的这样的 V 字，那我拿别针穿过 V 字这2条线下面，那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这行的第1针了。这样你就不会把它跟之前我们刚勾的这个辫子针搞混。我们标记的这针才是我们第1针，然后往下呢，我们全部都是勾中长针，钩针绕线。我们来到接下来的一个辫子针，就是这个 V 字，从这个 V 字上面这条线下面穿过去，然后把线勾回来。钩针上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然后下一针还是一样，钩针绕线，我们到下一个辫子针，我们从辫子针 V 字这条线下面穿过去，把线勾回来。钩针上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继续钩针绕线，我们到下一个辫子针上，然后从这个 V 字下面这条上面这条线下面穿过去，把线勾回来。钩针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就这样，我们每针勾一个中长针，把这一行勾完。我们第1行中长针勾完，那我们看这个开头是我们标记的第1针，我们要用引拔针跟第1针勾在一起。那我先把这个标记取下来，就是这一针的位置，然后钩针从我标记过的这第1针底儿上这个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然后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这样看我们第1行就勾完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勾第2行。我们往后的每一行都是重复我们的第2行，那你可以记一下现在的这个时间点，看一下进度条，之后你可以一直倒回来看我们接下来每一行怎么勾。那下一行呢，我们先勾一个辫子针，然后在我们第1针的位置，就是你看，就是我们这一针上来，下面你把它往起拉，下面它有一个洞，就从这个洞里头我们勾一个中长针，中长针还是钩针绕线。我们从这个洞里穿过去，把线勾回来，钩针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然后下一针，我们在底儿上这个 V 字上勾，钩针绕线，我们从接下来这个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全部3个环。再往下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全部都跟这一针一样，我们钩针绕线到下一个 V 字。你看 V 字下面这儿还有一条线，你不要把这个线勾进去哦。你在 V 字这2条线跟这条线，接下来这条线中间这个地方，把钩针塞进去，同时穿过 V 字的2条线，但是不要穿过下面这条线。然后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全部3个环，就是一个中长针，还是一样的钩针绕线。我们到下一针 V 字2条线下面给它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3个环。下一针还是一样，钩针绕线，我们到下一个 V 字。我这样子倒着你看一下，从这个地方，你看上面是 V 字2条线，下面这儿其实还有一条线，我们等于从这个中间给它穿过去。上面是 V 字2条线，然后第3条线在下边，在钩针下边，然后把线勾回来，钩针上有3条线，勾住线穿过这全部的3个环。就这样，我们每针勾一个中长针，把这一行勾完。那这行快勾完的时候，我再来讲一个地方，这也是我当初做新手的时候经常非常困惑的地方，就是最后一针到底是哪儿？是这一针还是这一针？就是这一针到底要不要勾？那我们看，这个是我们最开头那个辫子针，我们其实在勾这辫子针之前用一个引拔针把这一针跟这一针勾成了一针，也就是说我们这一针已经勾过中长针，那么这一针就不需要勾了，因为它是同一针。
那我们最后一针呢，就是再往前的这一针，只要在这一针钩完中长针，那我们这行其实就结束了。那么正常在这最后一针钩一个中长针，然后这儿看见好像还有一针的位置，不要管它，这一针其实我们在第一针已经钩过了。那接下来呢，就引拔针跟第一针连在一起。然后这第一针呢，我最开始忘用别针标记了。如果新手的话，我建议我们每一行第一针都用别针给它标记出来。那我们怎么找这个第一针呢？我们把它拉一下，你看这儿就有一个像小柱子一样的形状。然后这小柱子上面，等于它往前有一个 V 字，这一针，然后它上面略往后的位置，略靠近我右手方向，这儿还有一个 V 字。那么靠近我们右手方向这个 V 字，就是我们这一行的第一针。我们要找到第一个小柱子，一个这样的小柱子。你看前头也有一个这样子弧线上来，你不要管它，剩下全部都是一样的小柱子。我们找到第一个这样小柱子，看它底儿上，往前有一个 V 字，往后有一个 V 字，这个往后的 V 字就是我们第一针。我们钩引拔针，钩针从这两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钩回来，再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花，我们第二行就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全部都是重复我们的第二行。那我再往下讲一行，其实它跟第二行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是新手教学嘛，那我就啰嗦一点，再往下钩一行。那还是钩针，先钩一个辫子针，钩针钩出毛线，穿过钩针上这个环儿。然后你看，我们刚才用引拔针把这针跟这针，其实这两针现在是钩成一针了。那我就在前头这个地方钩一个中长针，那一会儿回来后面这儿，后面这个位置就不用钩了，就跟我们之前这行一样。那就在我钩针绕线，然后从这个地方把钩针穿进去，把线钩回来。钩针上有3个环，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然后接下来就是正常，我们每针钩一个中长针，钩针绕线，我们到下一针 V 字两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住线穿过钩针上全部3个环。接下来是一样，钩针绕线，我们到下一针 V 字两条线下面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绕线，下一针 V 字两条线下面穿过去，把线钩回来，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其实你要是跟着我已经钩完第二行，那现在应该就很熟悉这中长针了，因为已经钩了好多了。那就这样，我们每针钩一个中长针，把这一行钩完。钩到最后，我还是再强调一下最后一针在哪儿，然后我们就可以自己重复这样的同一行一直重复了。你看我第3行马上要钩完了，那我们看哪个是最后一针？这一针前头就是连着我们这一行最开头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不要钩的，因为它被我们用引拔针跟这个地方这两个其实是一针，那开头它已经钩过了，所以这个地方就不要再钩了。那再往回的一针，这个 V 字是我们的最后一针。那我正常在最后这针的位置钩一个中长针，然后这儿看见好像还有一针地方，但我们不要管它，我们直接来到第一针。第一针是哪儿呢？我们抓一下看，这是一个小柱子一样的东西，然后前头你看这个地方跟它们长得都不一样，那这个地方就什么都不是，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小柱子。在这小柱子上呢，它往前有一个 V 字，往后有一个 V 字，这往后的 V 字就是我们第一针。我钩针从这一针 V 字两条线下边穿过去，然后钩引拔针，把线钩回来，再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这样第3行就完成了。你看它跟第2行是一模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呢，就是重复这样的一行。接下来还是先钩一个辫子针，然后在第一针就是同样这针位置，我给它钩一个中长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每针钩一个中长针，一直钩到最后一针，然后再用引拔针跟我们这第一针钩在一起。那么就这样子往上钩。这要钩多少行呢？取决于你就是需要多长。这个帽子呢，如果你是直接戴，就是不挽边的话，大概是17、8厘米。然后如果你要挽边的话，就取决于你希望这个边多宽，你在17、8厘米上再加上这个边的宽度。那么等到钩的这个达到你需要的长度了，那我们再来讲接下来怎么办。现在我们就一直重复第2、3行。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可以把视频倒回去看一下。就这样吧，等到它钩到我们满意的长度了，那我再回来讲我们之后怎么做。现在这个帽子呢，我已经钩到我需要的长度了。那接下来呢，正好我这儿线用完了，
你这个地方没用完的话，你就可以把线剪断了。但是你剪断之后不要像我这么短，我是用完了没有办法。你希望把这个线头留得长一点，然后直接用这个线头就把这个上面缝在一起了。那现在你剪断这个线，留长长这个线头，然后把这个线头用钩针勾住，穿过钩针上这个环儿。那我们这个帽子主体就勾完了。你这儿应该是一个长长的线头，那我现在没有了，我就另外拿一根线跟它绑一起算了。如果你有这种缝毛线的针呢，那我们就用这个缝毛线的针，这个比较方便。没有的话呢，你就用钩针也行，就是把这个线勾住，穿过我用这个针穿过的地方。那我先把针穿上，然后就是把底上缝在一起。那我习惯的方法呢是从这边底上2条线，V字2条线下面穿过去，然后对面呢我只穿靠近我前面的这一条线。其实你两边都穿2条线，或者两边都穿1条线也可以，这是我习惯的方法。然后下一针也是一样，从这边2条线过去，对面1条线过去。你要没有这个缝毛线的针呢，那你就拿钩针勾住这个线，来回这样穿也是一样的。然后下一针也是一样，这边穿过2条线，对面穿过1条线。那就这样把底上整个都缝在一起。把两边都勾在一起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线头藏起来了。那我就钩针把这个毛线从我勾过的这些地方穿过去。不是钩针，就是这毛线针，然后多余的线头呢就可以给它剪掉了。看，然后下面这个线头呢也是一样，把它藏到我们勾过的毛线里头来。然后多余的线头剪掉。那这帽子呢，其实我们就完成了。它现在戴出来呢，就是你看这样子呢，它只是一个普通的长方形，但是戴起来，因为你头是圆的，你会把中间撑起来，然后两边呢就变成了可爱的猫耳朵了。那么今天的教程呢就讲这个。如果你想像我一样勾这种有月亮的，那么我会在下一个视频里头专门讲一下这个月亮怎么勾。那我们的下次视频再见。